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叮当狗，欢迎您回到我的狗窝哦。这期和下期视频，叮当狗跟家人会带着大家3天2夜在新加坡 City Walk， 一起去大饱眼、福口福。这期上篇我们先去坐摩天轮，看 Time Capsule 历史文化展和鱼尾狮，逛阿拉伯街区苏丹回教堂以及小印度。当然啦，跟着吃货叮当狗，美食是少不了的。咱们来谈一谈亚坤咖椰吐司、金沙美食广场和米其林推荐的印度料理。那就赶紧出发吧！叮当狗早上坐捷运从圣淘沙岛出来，要去樟宜机场跟家人会合。捷运终点站 VivoCity 这里早餐的选择倒是不少，就来尝尝新加坡必吃的亚坤吧。6.3新币点了个招牌咖椰牛油吐司套餐，有1小杯热咖啡，2个半生熟的鸡蛋，4片咖椰牛油吐司。吃之前先把鸡蛋搅拌一下。我这种喜欢吃溏心蛋的，看到这种流动的蛋黄真的好激动。鸡蛋里面的酱油和白胡椒是自己加的，还好员工阿姨很 nice， 提醒我酱油不要加太多，不然会太咸。这个吐司呢非常薄脆，吐司片是热的，里面涂了咖椰酱，还加了1片冰冰的黄油，一口下去香甜脆，吐司烤到恰恰好，非常酥脆，不是那种会划伤口腔的硬脆，甚至有种吃威化饼干那种酥脆感。蘸上蛋液，那就是甜咸永动机啊！看这最后一块黄油特别大，给我香晕了。对了，大家去亚坤的话，记得点这个豆奶咖啡 Ice Soya Coffee， 我真的爱惨了。大杯4块2新币，正常杯的话3块6新币。上层就是亚坤家的冰牛奶咖啡，甜度不会太高。重点是下面这个豆奶呀，它不是平时喝的那种比较稀的豆浆，质地比较稠一点，有点那个小时候维维豆奶那个气质，非常香浓，跟咖啡混在一起，增加了豆香，还更加丝滑，真的推荐。吃完叮当狗就搭公交去樟宜机场了，到的有点早，在 T1 星耀樟宜发了会儿呆，看这个世界上最高的室内瀑布，热带绿植，40米的瀑布，轨道列车，把这些按常理不该出现在室内的东西组合在一起，你就会得到 Oh my God！ 哇！ T1 这里的 Birds of Paradise 也是新加坡的大网红店了。5.5新币买了一杯冰淇淋 Lychee Raspberry 口味的，酸酸甜甜，还有明显的荔枝香气，真的不错。我接上家人就到酒店办入住了。这次2天住了2个不同的酒店。第一天这个 The Robertson House 就在福康宁公园边上，走几步就能到这个网红树洞打卡点，距离克拉码头步行10分钟的路程，地理位置还不错。酒店是重新装修后23年10月才开业的，但总感觉有点旧旧的，房间不太大。卫生间我们一来就遇到了洗手盆下水堵住的情况，还好修理安排的还算及时。酒店1楼有个不算太大的露天泳池，我当时定的价格是180美金，大约1300人民币1晚，含双早。早餐的话兼顾欧美和亚洲口味，冷食和热菜都有，还不错。考虑到这个地理位置的便利性，总体这个酒店性价比还可以吧。办完入住已经到晚饭点了，我狗不停腿，直奔金沙酒店负2层的美食广场。说完了还能在附近赏赏夜景。金沙美食广场的摊位的话，主要分布在4周1圈，中间是座位。美食广场让我最中意的一点就是选择超多，还可以各种美食都来一点尝尝。尤其是带着空空的肚皮，一个一个摊位看过去，真是太带劲儿了。金沙这边不光有当地特色美食，比如米粉、虾面、鱼圆面、椰浆饭、肉骨茶、娘惹菜、印度菜等，也有世界各地的料理，韩国菜、泰国菜、香港烧腊、云吞、上海菜，甚至有麻辣香锅、披萨、烧烤海鲜等等，总有一款适合你的。我们点了一份娘惹小金杯5新币，外壳酥脆，馅料甜辣，开胃正好。大份汤肉骨茶18.8新币，汤头咸鲜带点胡椒辣，我喜欢。除了排骨，里面还有肚条、嫩肉片、猪肝之类的，挺实惠。这个大份干肉骨茶19.8新币，类似干锅排骨的味道，猪肉有肥有瘦，很嫩。烤鸡翅2.5新币一只，翅根翅中被展开来方便吃，烤的挺有烟熏味的。旅游也不能不吃蔬菜，8新币点了一个蚝油香港芥蓝，最后是48新币的烧腊拼盘，叉烧香肠、烧鸡、烧鸭、脆皮烧猪。我最喜欢烧鸡，甜咸口味，皮的部分一口爆油，很满足。金沙美食广场相比新加坡其他食阁价格高一点，不过环境更好，而且有冷气吹，在金沙附近活动来这里解决一餐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吃饱饱走出金沙，恰好是日落余晖时刻，散着步走上螺旋桥，在粉色的晚霞映衬下，艺术科学博物馆这朵绽放的荷花更亮眼了。和着暮色漫步过桥，右手边就是摩天轮了。买了 Singapore Flyer 加 Time Capsule 的套票，40新币一张。
检票以后先看 Time Capsule 的展览，本来以为是套票里面的附带项目，对这个展没有抱太多期待，没想到居然很惊喜。展览用声光电效果展现了新加坡的历史和文化。Welcome, island visitors, to Singapore. You arrived in the year 1299. Did you know, just moments ago, Singapore was still known as Temasek. It was the year I crossed paths with the prince, Sam Nila Utama, who named the island after me, King of the Jungle.互动项目非常多，好多地方挥挥手就能触发新的影片，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。整个过程介绍新加坡怎么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至今，完全不会觉得看历史很无聊，反而充满了探索的乐趣。最后这趴文化万花筒，天花板上的万花筒图案是各种当地的建筑和美食，很妙啊。这个无限空间拍照应该很出片哦。展览出口这个变装互动屏，我爸看别人玩的时候各种嫌弃，嘴上嫌弃，身体倒是诚实，等人走光了他自己玩的不亦乐乎。Time Capsule 展览的出口就是坐摩天轮的入口，这个时候我才发现，远看根本看不出来，原来摩天轮的轿厢是这么大的，可以容纳28个乘客，还有冷气吹。Singapore Flyer 这个摩天轮高165米，相当于42层楼，旋转一圈的话30分钟，看夜景真的不要太爽。摩天轮舱四周都是玻璃，建筑景观一览无余，城市高架上的车子川流不息，滨海湾夜色下，云雾森林和花丛非常夺目，远处还能看到被灯光照亮的 Super Tree， 更远处海上船只的灯光像是星光点点。当然，夜景最璀璨的还是面对金沙酒店的这一面。在我们升到最高点的过程中，金沙门前8点钟的水幕灯光秀也开演了，从空中俯瞰别有一番情趣。新加坡 City Walk 第一天就在这百万夜景中收尾啦。第二天是我们 City Walk 的重中之重，一整天特种兵行程满满。早上趁着太阳没把武力值拉满，先去打卡鱼尾狮。昨晚逛的金沙酒店和摩天轮就在对岸，鱼尾狮的鱼身代表了新加坡发展之前的渔村，狮头呢就代表狮城新加坡。这鱼尾狮身边呀，真是从来众星捧月。明知道这只是个拍照打卡点，但不来又觉得好像没来过新加坡，没办法还得来。鱼尾狮后面这片树荫下还有石凳，在这乘凉歇歇脚挺棒的。树荫下的小鱼尾狮看着也很乖嘛。打卡结束，准备坐公交车走之前，看到金喜桥墩下这家 Souvenirs and Gifts 有卖网红鱼尾狮冰棒，好家伙，这价格就差写上专载游客4个大字了。唉，对，我就是那个傻子游客，还挑了最贵的榴莲味，13.9新币。替大家试过了，榴莲味和奶味都一般般吧，绝对不值14新币。我是纯大冤种啊！有这钱不如多吃一碗猫山王榴莲珍多冰。下一站阿拉伯街苏丹回教堂。上次中午朋友带路来的时候，回教堂没开，大家来的时候注意时间，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是信徒祷告时间不开放的，周五一整天也不开放。我一直以为苏丹就是国王的意思，查了才发现，虽然这2个词都是指主权国家的君主，但苏丹是在穆斯林国家使用的，有宗教意义，跟世俗的国王其实是不一样的。苏丹回教堂最早是1824年为纪念新加坡第1任苏丹建成的，后来因为年久失修，在1932年重建成了现在的金色洋葱形圆顶建筑。1975年被列为了新加坡国家古迹。进教堂参观需要脱鞋，穿着不合适的话，在入口处会被要求套上一件袍子，是不收费的。游客只能参观1层，不能上2楼。内部的话是铺了地毯的超大祷告空间，不能进入。里面没有展览馆，参观的话用不了多久，5到1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透过回教堂的窗子看到俏皮的彩绘墙和远处严肃的摩天大楼，对比好强烈呀！看鱼尾狮的时候给人一顿好晒，在回教堂里发现已经开始下雨了。热带国家的天气跟情绪外放热烈的人一样，真是说翻脸就翻脸。一开始只是小雨，撑着伞还能看看这些奇趣的彩绘墙，没多久转成大雨，给我们困在回教堂附近了。没关系，早就听说新加坡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，
正好逛逛穆斯林服饰纪念品店，再买杯西瓜汁坐着歇歇脚。没多久雨就小了，我们步行15分钟到了边上的小印度。一走进小印度街区，就感觉到了浓浓的生活气息，跟刚才阿拉伯街区主要做游客生意的店铺组成完全不一样。这里的店铺大多是为印度族群生活服务的，能感受到一种鲜活的异国情调。看到小印度里乱入了一个观音宫，好奇妙啊！这印度餐厅配上印度音乐，小感觉一下就上来了。卖蔬菜瓜果的店看价格比超市里便宜不少呢。偶然间还听到了卫理公会教堂的钟声响起，查了才知道这是新加坡最早的土生华人，也就是巴巴娘惹教堂之一。越往小印度中心地带走，店铺就越发像我们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了。看看这块牌子，想你的风终究还是吹到了新加坡啊！小印度可不只有小商品，看看这条街，金灿灿能闪瞎我狗眼啊！这么奢华的金项链造型，社会我大哥的大金链子在这儿都不好使了。印度的黄金情节真是给了我一点点震撼啊！黄金一条街边上是印度教神庙，里面供奉的维拉马卡里亚曼女神是主掌破坏的凶恶之神。早年的印度移民劳工会向女神祈祷，保佑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安全。据说二战日军空袭的时候，很多人跑到庙里避难，祈求女神的保护。寺庙和神像竟然真的在空袭中无一受损。这个时候雨又下大了，既然天公留客，那就客随主便，干脆留在小印度吃个午饭吧。去的是这家多年的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店，用餐空间有3层，我们坐在1层，2层、3层的话需要脱鞋坐在地板上用餐，感觉很印度呢。一坐下来，店员就送了印度芒果酸奶让我们尝尝，小小一个球，又滑又可爱。这么一小颗怎么能过瘾呢？我们3个人又1人8新币点了不同的口味，分别是原味的、薄荷味的和芒果味的。3杯甜度都不高，薄荷和芒果喝得出是真材实料用新鲜薄荷和芒果肉打出来的，但没想到最好喝的竟然是原味的，奶味真的太香浓了。我们3个人点了个4人份的米其林套餐，140新币。先上来一份罗勒叶炸鸡，跟台湾盐酥鸡的味道有点相似，不过腌制的鸡肉香料味会相对更复杂一些。炸衣够酥，蘸这个薄荷酱非常解腻。这个套餐里有3种咖喱和1份蔬菜，我以为正宗印度咖喱会香料味太重或者太辣吃不惯，没想到调味是很适口的。中间黄色的是小扁豆咖喱，洋葱味浓郁，右边红色的海防鱼咖喱是唯一辣味比较明显的，中间是黄油鸡肉咖喱，奶香奶香的，还有番茄的微酸，我喜欢。最左边是菠菜泥土豆块，这就形成了一个荤素搭配的完美闭环了，不是？主食有1小桶普通印度香米，1桶藏红花香米，还有4片现烤的印度馕，麦香十足。一开始以为3个人这么多主食吃不完的，没想到咖喱相当下饭，3个人直接光盘4人套餐。这家店口味很容易接受，推荐给想尝试印度料理的宝子们。进门的时候看到这一墙木夹子我就很在意，结账的时候问了一嘴，店员立马热情介绍起来，原来这是他们家吃辣挑战的荣誉榜哎！吃辣挑战分10个等级，要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对应辣度的咖喱，而且不能喝饮料才算挑战成功。看这个夹子的数量，9级到现在只有2个人挑战成功啊！10级的宝座至今无人登顶。能吃辣的勇士们，快来这里留下你的姓名吧！这3天2夜的 City Walk 差点没把叮当狗的狗腿走断，内容属实是有点多。上篇就讲到这里吧，下篇咱们再去看看土生华人文化博物馆、佛牙寺，欣赏下滨海湾花园的灯光秀，还有99老树榴莲、平江辣椒蟹一众美食等着大家。那么我们就下期不见不散吧！我是叮当狗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订阅哦。